天晚上江城最大的晚宴，你必须到场。楚家现在资金链断裂，只要你乖乖找个公子哥联姻，我会分你点聘礼，你外婆的手术费不就有了吗？支持女儿去卖身换钱的父亲是不亲人。笑呀笑起来，林少沈少都在，你给我抓紧机会。喜欢你8年了，傅延成，我都只能远远的看着，甚至现在我还被我的父亲当成货物进行交易。我对你的喜欢，只能一辈子藏在心底。喜欢他，我可以帮你。傅少，您这是找瑶瑶？想和令千金交个朋友。哎呀，我们楚家的荣幸啊！瑶瑶，好好招待傅少啊！你玩开心，玩开心。傅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就和楚小姐开门见山，我早知道你喜欢傅彦成，我这有个机会能成全你。什么意思？你和他睡一晚，我会付你一笔可观的佣金。我这样做无异于算计，这就是您说的成全。傅家家教严，你们发生关系，他会娶你的。为什么帮我？别问那么多，这笔交易你怎么都不亏，又能拿钱，又能嫁给心爱的人。你给他下药了？楚家迫不及待地卖了你了，你不答应，今晚他床上也会有别人。傅彦成，今晚我们竟然要以这样的方式见面。喜欢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不跟他表白？喜欢他是我的事情，他没必要知道。副总多注意休息。你怎么知道我被下药了？傅林城安排的。虽然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我也不想这样做。是因为你父亲破产了？我妈早就跟他离婚了，他根本就不配做我的父亲。他用我外婆的命威胁我，逼我跟纨绔子弟联姻。我外婆现在病情危急，急需一笔数目不小的医药费。副总，求您看在我今晚救了您的份上，您可以借我一笔钱，给我外婆治病。我可以给你打欠条。欠条就不必了，我们换种方式合作。我关注到你是你在见习期间就独立完成很多跨国大案，尤其是1年前的林氏集团跨国金融并购，表现很亮眼。副总关注的案子还挺多的。1年后，我父亲即将退居幕后，傅林城这个眼中钉我必须拔除。我需要你的协助，如果你有意向，说出你的需求。摆脱楚家的控制，保护外婆，让她接受更好的治疗。副总刚和外围女进去了，快派！打扰哥哥的兴致了吧？让你失望了。借此机会向各位介绍一下我相处已久的女婿楚瑶小姐。我可没听说过哥哥有女友啊，怎么没见你带回家里过？瑶瑶，嫁给我。呀，你们回来啦！哎呀，你是瑶瑶吧？都怪燕城，他早该把你带回家来才是啊！
傅彦成不是和他们母子关系不好吗？老傅，我们家燕城真的把我吓了一大跳呢。他本该带瑶瑶早些回来的，真没想到要结婚了才告诉我们。燕晨既然已经有了未婚妻，那就让凌城和何家签订联姻吧。好，可是哥马上要跟何家合作了，那边是何小姐负责，恐怕不太方便吧。这样吧，何家的项目也由凌城跟进吧。原来傅林城设计这一出是为了壮大自己在傅家的势力。可是傅彦成为什么找我？楚家家道中落，娶我岂不是更没胜算？燕城最近的好几个项目还是干得很不错的，不过呢，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以后要好好努力啊。尝尝这个。他不吃虾。哎呦，这是我们凌城喜欢吃海鲜的呀。老傅，你不是专门嘱咐厨房给我们家燕城准备的牛肉羹吗？你怎么知道我不吃虾？因为我看你一直都在规避海鲜类的食物，所以我猜测你不吃虾，但这不一定准确。我还以为你背调我。你多虑了。不过，作为合作伙伴，多了解一些也是正常的。你这次失去跟何家联姻的机会，本就属于弱势，现在又娶了我，更是死路一条啊！我父亲很重视对外的名声，如果那天我遂了傅凌城的意，我私生活混乱，他不会放过我。我已经帮你外婆安排好了衣裳。谢谢。不应该的。但我有要求，我不喜欢接触女人，所以我们的婚姻就只是合作，彼此恪尽职守就行。记住合约，就知足当下吧，别再奢望其他的了。今天早上何家给我打了电话，欣欣那边一直没有松口，还是想选择燕城。看来何家的项目只有燕城来跟进了。那就恭喜哥哥，如果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地方，尽管找我。凌城啊，你能这么想，我感到很欣慰。只有你们兄弟二人齐心协力，我们傅氏才能越来越好。燕城，既然欣欣执意要嫁给你，那你们就好好的多接触接触，好好考虑一下。燕城，我给你发消息，你为什么不回啊？没看到消息，有什么事吗？项目开展在即，我想和你出去谈谈接下来的合作。啊，秘书就不必跟着了，我们还有很多私事要谈。何小姐误会了，这是我嫂子，他们两情相悦，马上就要结婚了。人嘛，难免会有选择错的时候。我愿意再重新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傅彦成，你是要和他待在家里，还是要和我出去谈合作？傅彦成，你是要和他待在家里，还是要和我出去谈合作？当然是出去谈合作了。何小姐，我可是诚意满满，就等着签合同了。我们合作还没谈呢，你未免也太过自信了吧？我有办法可以让双方合同利益最大化，我实在想不出你不与我合作。那我们走吧。只是一纸合约，跟1万订单比起来，我算个什么？楚阳，别强求。你是要和他待在家里，还是要和我出去的？瑶瑶，最近是不是很忙啊？外婆好久没看见你了。外婆，你先安心养病，等我这几天忙完了，我就去看你。这2天转到单人病房了，外婆总是给你添麻烦。外婆，你别这么说，你是我最重要的人了，
听说我们瑶瑶交男朋友了，所以把她带过来，让外婆瞧瞧，给你把把关。如果是个值得托付的人，外婆也就可以安心走了。外婆，你说什么呢？你得好好的，等我过几天就带他去见你。果然都是担心你，我能和你朝夕相处，还要生活真子。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喝点醒酒汤吧，能舒服一点。你有话和我说。明天可不可以陪我去见外婆？她很想见你。你很着急吗？明天我有安排了。不急的，你去忙吧。外婆，瑶瑶，瑶瑶，你男朋友怎么没来呀？外婆，他今天有事来不了了，等改天我让他来给您赔罪。外婆是担心他对你不好。你看，你最近都瘦了。外婆，他对我很好，你不放心吧？那就好。你今天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没有，多亏了叶医生。学长，楚瑶，叶学长，你现在不做律师，改行做医生了？好久不见，我们出去聊聊。你外婆的病情目前很稳定，你不用太过担心。谢谢学长。你怎么会做医生啊？我记得你以前不是想做医疗法律方面的诉讼律师吗？实习时那会儿发现，在医学领域更有成就感，而且有法律背景的医生也能更好的处理医闹等事故。果然，优秀的人做什么都会成功的。你当年可是医学跟法学双学位，连续4年都是专业第一呢。我可也是听说了你的大名，楚律在实习那会儿办的案子就已经名震四方了。脸上冒的那个痘治好了，但来都来了，要不顺便做个皮肤整体检查吧？原来这就是他说的那个问题。你们认识？燕城，你这个秘书还真是寸步不离呀。何小姐真是贵人多忘事，上次以前介绍过，这是我的未婚妻楚瑶。你是来看望外婆的吗？对，我这边忙得差不多了，我现在陪你去看望老人家。傅彦成，你要是敢走，我们的合作就立马终止。项目已经在推进了，何小姐应该清楚利害关系。要是项目这么儿戏，我也要重新考虑一下两家的合作关系。所以，你就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麻烦这位医生了，医生比较了解你的家，要是不熟悉挂号手续的话，医生陪你去看好。今天是父亲要求我陪何姐来的，毕竟在长期合作中，不太过分的要求，我也不好驳长辈面子。不过以后我会去做的。所以他是在跟我解释吗？放松，这是一点小心意，进去吧。外婆，我们来了。瑶瑶，外婆，你就是我们瑶瑶的男朋友啊？你什么职业？家在哪里？家有几口人呐？外婆，
婆，外婆叫我燕城就好。我在富士集团工作，本地人，家里4口人，但我有很多房产。我跟瑶瑶不会和家里人住在一起。啊，我说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呢？这小伙子比日记本上那个照片还要英俊。什么日记本？什么日记本？喂，副总，项目出问题了。住手！别打了！别打了！您说这事您别管，这事我交给你，就交给你，别往死打！店长什么情况？副总，是这样的，现场围栅栏的时候，突然来了一群人，非要拆栅栏，说这个地方不能装，烂在地上，死活都撵不走。后面工人们和那伙人发生了争执，打了起来。报警吗？报警了。不过副总，那群人分明就是来找茬的。警察马上就到，你还有最后一次弥补机会。是主管，他说这群人不能惯着，说把这群人撵走，给我们每人5000块钱奖金，我们这才……主管现在不在，你在这里维持现场秩序，我去他办公室看看。姐，施工种地，闲人免见。外边那么大牌子看不到是吧？您还挺有闲情雅致，组织打架还能这么冷静。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只是在保护工地的合法权利。你是指利用奖金鼓动工人动手？遇到闹事，您分明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主观策划寻衅滋事，刻意破坏施工建材，集团是可以去法院告你的。不过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副总现在就在施工工地上，你如果协助他安抚大家，集团会对你从轻发落的。你是谁？怎么证明自己是傅氏的人？我是副总的秘书，至于身份，这是项目的相关资料，你可以看一下。丁家浩，父亲曾是本市有名的包工头，母亲是私企会计，家中还有一个上大3的妹妹。8年前开始为傅氏集团效力，以及你跟朋友合资的小公司亏损严重，急需注资。你说集团要是知道了这件事，秘书小姐，我跟您去啊。去。哎呦，副总啊，您看这还专门让您来一趟。其实呢，我也是怕咱们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失。你想啊，以后要是每个人来闹一趟，会耽搁咱们工程的进度，那咱们以后的项目还怎么开展呢？所以啊，给他们来个杀鸡儆猴，先安抚好工人。是，各位兄弟啊，今天副总巡查，危机已经解决了，大家散了吧啊，回去抓紧时间干活啊。主管，你答应给我们的5000块钱呢，都被打了好几棍，你是想让我们白挨打吗？小事儿，小事儿。小心！彻查今天到底是谁在闹事，还有查一下我和楚瑶是否有过什么交集。楚瑶，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自愿为我捣棍？外婆说的日记本上的照片又是怎么回事？他怎么样了？患者脑部受到重击，目前正处于昏迷状态，我们会随时注意观察他的情况。照顾好他。他倒是没有那么端庄稳重，好幼稚。副总，加急的文件我是送到您家还是医院？这几天晚上都送到医院。
在是没有陪护吗？需要你这几天都在这儿，连我的消息都不回。跟工作有关的消息，我都已经回复了。我是提醒你，该回去工作，不要因为你的缺席影响了两家的合作进度。项目上，哥哥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可以随便开口。那不如帮我查一下，幕后闹事的指使者到底是谁？燕城啊，燕城，你是怎么做事的？你太让我失望了！项目刚刚推进就发生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尽快处理问题，然后马上推进项目。对了，找到肇事者之后，不要声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件事情让它过去。还有，楚瑶受伤也是意外，他的医药费我来负责。有什么问题吗？父亲，施工场地的意外我会继续查，至于楚瑶，我自己会安排，就不用您出医药费了。哥哥是想帮嫂子出头，然后把事情闹得更大吗？给我几天时间，我会查清楚。为了一个女人，竟然冒犯你的父亲！好，给我取家法，让你给我犟嘴！为了一个女人，你太让我失望了。说话！父亲，主要是因为我受伤了，我得给他一个交代。好，你可以继续查，不过我要提前告诉你，如果因为楚瑶这个项目失败，那么傅家的家产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最近可得注意休息啊，千万不能再熬夜了。法律人哪有不熬夜秃头的？叶医生工作期间还有心情雅致和病人聊天。学长他只是不放心，过来看看我。楚瑶，我希望你能注意一下和异性相处的分寸。你不舒服吗？哎，你先好好休息，我会跟父亲解释的。副总留步，恕我直言，您和瑶瑶并不合适。我喜欢瑶瑶很多年了，关系也一直很好。最初也是因为她外婆的病，我才转行做医生的。我想，我比你更适合她。叶医生把俏墙角说的真高级。我不在乎你们曾经的关系怎么样，但我和楚瑶即将完婚，叶医生还是和别人的妻子保持些距离比较好。叶医生医术怎么样？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我会和夫人好好商量，届时婚礼一定有请。副总，施工场地闹事的那群人事情做得很干净，目前还在找证据，但是希望不大。对方说只是接到了命令，要求他们拆除栅栏。丁主管也确实是太莽撞了，才出此下策。查过这些人账户吗？都查过了，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查，不过我要提前告诉你，因为我这个项目失败，傅家的家人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丁主管的办公室里放了很多名酒，但他在集团只有30级的薪资待遇，并不足以支撑他收藏这个数额的名酒。小李，你在哪？副总，我在夫人这儿，你要过来吗？是我叫小李来的。傅延成，你背上是不是受伤了？我以后会注意和叶城的距离。傅延成，我在病房等你，你过来好吗？夫人，副总对您不一样，他会来的。夫人，副总，我去外面等你。傅彦成，你是不是吃醋了？我只是按照契约行事，我们对外毕竟是夫妻，你还是应该有点分寸。我保证，我以后一定会跟其他异性保持相处距离。哥哥，你为什么不抱抱我？我把你当亲妹妹，
陆小友，只是担心你的伤不会碰到你的。再忍一下，马上就好了。手上面积这么大，你是怎么受的伤啊？没什么大事，现在到了抓坏人、给夫人报仇的时候了。怪不得账户查不出问题，跟我猜的一样，现金交易，他们很谨慎。有团伙有预谋，人数还不少。我们得抓紧时间。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兄弟们，兄弟们，钱已经准备好了，等会儿喝完了酒就可以去拿钱了。你们放心，只要有我听某人一口饭吃，就不会饿着兄弟们。以后有这种好事，老大还得记得叫上我呀！必须的。来，干！兄弟们，走。接电话呀！傅彦成不喜欢我离他这么近。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么近。从那件事后，我本能的抗拒触碰你，可现在抱着他，居然并不反感。兄弟们，罚钱！傅彦成，心里面那几个人，好像就是那一天闹事的那几个。你的，谢谢主管。你的，谢谢主管。你的。有人。嘘。怎么办？出来吧！人出来！兄弟们，把他们的设备都给我搜出来。是。怎么？我脸上有花啊？给我检查仔细着点儿，这两个人可狡猾着呢。副总，跟老子玩这套是吧？您可真是亲力亲为啊！啊！都冷静点，要是从现在开始就束手就擒，集团可以从轻处理。放屁！就会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啊！
挡住了我们兄弟的财路，你还想从这儿好好出去吗？先从这个女的给我下手。是。副总，刚才不是挺能耐的吗？从他下手，别饶了我，别偿命了！副总，夫人，我来支援你们了。这手机坏了，里面的数据还能用吗？找个靠得住人维修一下，看看数据能不能找回来。好。瑶瑶，今天是不是要出院了？是。回去之后好好照顾自己，外婆也没法过去，也不知道你瘦了没有。外婆，我过几天再去看你，不用担心我。好，一定记住，回去好好照顾自己。最近你外婆状态不错，下次我跟你一起看望她。好。谢谢你，傅彦成。如果没有你，我可能连外婆的手术费都凑不够。哟，这总感觉刚才有什么事忘记说了。哎呀，他小时候的东西啊，我托了小李都带到他家里去了。哎呀，这沙发还是熟悉的柔软。你先休息吧，我把你行李放到你房间。那楚瑶，这是你的箱子吗？这是情书。什么箱子啊？写给叶城的情书啊？这不是写给叶城的，这只是……不用解释，我们只是契约关系，我不会干涉你的感情生活。除了当日下药时有过接触之外，夫人和傅林城并没有其他联系。另外，副总，您知道您和夫人当时在同一所高中吗？你们当时在同一个辩论队，不过夫人比你们小一些，只能当替补队员，所以说你们并没有当过队友。但是，说，但是夫人的朋友曾跟我说，夫人曾经暗恋过一人，但具体是谁并不清楚。根据夫人大学同学反馈，夫人当时跟一位姓叶的医生经常出入图书馆，所以说他们的关系走得很近。你可以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不干扰。只是作为富太太，主要还是营造好自己的人。我知道，我会给你电话。那你好好做。你也是，傅彦成，我好担心，竟然以为你会在意。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你对我一不争气，想回到你。没想到只能走到这，已经冷战好几天了，要不要给他发个消息？总以为还有一辈子的时间，慢慢跟你说再见。原来他早就用行动提醒我，要和他保持距离。不是因为我觉得舍不得，只是觉得努力了那么久，最后却还是败给不舍。
副总，手机损伤不是很严重，数据都已经让人恢复了。好，把这些交给警察，务必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好，等一下，你给我发个消息。我是觉得这个新手机出问题了，收不到信息。不是副总，这是水果牌的最新款。样子是没出问题的，你去忙吧。是。看来他真的没有再给我发消息。他每天哪来的这么多事情？已经网站好几天了，要不要给他发个消息？原来他总是用行动提醒我，要和他保持距离。咋啦？大早上的心情不好？有人欠你钱啦？昨天晚上没休息好，我需要还还。哦，那我们下楼买杯咖啡吧，顺便散散心。走吧。等一下，我想去买个面包，你等我一下呗。我在这儿等你。啊！楚阳，楚阳，可能先回去了。楚阳，楚阳，副总怎么亲自过来了？是要介绍找夫人吗？看见楚阳没有？楚瑶怎么了？副总，我跟楚瑶下去买杯咖啡，我就拿个甜点的功夫，他转身就不见了。报警！楚小姐在西郊的废弃工厂，3小时内绝对安全。不过您的项目有工人受伤，3小时内必须会将消息报出安全解释，势必还是有人。项目有工人受伤，你去查一下具体原因。好，但夫人那边我会去处理的。你尽可能将消息压下去，将集团的损失降到最低。好。事业和女人都想要，你太为人称心。既然你已经做出选择，就要向你付。至于主要在3小时内是否安全，全看你心情。楚阳，进去，再等等我。副总，还是晚了一步。我赶到的时候，工人受伤的消息已经被媒体爆出去了。那就尽全力控制消息散布，公关一并进行。好，等我安排完就过去和您会合，您注意安全。楚瑶，楚瑶，楚瑶，你在哪儿？副院长，你别过来，这附近都被他们浇满了汽油。不要别跑，调整呼吸，调整呼吸。副院长，你快走！楚瑶，楚瑶，别过来，你快走，你别管我了。说什么呢？放我下！副院长，副院长，副院长！副总，夫人，我们在这儿呢。楚小姐，虽然你吸入的浓烟较少，但你的身体还是很虚弱的，需要多休息。不必出去，他也听着。国人受伤的事情已经传出去了，所幸消息控制的还算及时。
没有给集团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燕城啊，你该兑现你的承诺了，把项目转给林城，你呀就好好养伤吧。哥哥好好休息，项目的事儿以后就不用哥哥操心了。没想到哥哥会在嫂子和事业面前毫不犹豫地选择嫂子，可真是感情深厚。你说他是会选择事业，还是来西郊了？他对你还真是感情深厚。傅林城的说话语调和习惯，居然和蒙面人一模一样，带我走的人是他。我一定会找出蒙面人，帮你拿回项目。我先回去，你好好休息。说实话，当初找你是为了拿到何家的项目，我都没指望你能留下来。没想到你还真挺聪明。傅彦成从不接近女色，你居然能够待在他身边。要不，我们合作，让他也感受一下众叛亲离的味道。做梦！策划绑架我的蒙面人就是你吧？很聪明，也有个性。楚阳，要不你跟了我吧，我也可以帮你承担你外婆的医药费。你还给我！还学会录音留证据了？少在我面前耍这些小聪明！你的不要脸，还真是突破下限。楚阳，这次项目的事做得很好，下一步是取得傅彦成的信任。这次项目的事做得很好，下一步是取得傅彦成的信任。我知道策划这次绑架的神秘人是谁了。谁？傅林城。上次你来之前，有蒙面人出现，蒙面人说话的腔调跟傅林城一模一样。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蒙面人？还是说这是你们的策略？把责任推到他身上，让你换取我的信任。把责任推到他身上，让你换取我的信任，有证据吗？有。策划绑架我的蒙面人就是你吧？很聪明。我从小就跟他打交道，手机录音这种小把戏他早就不用了。你是不相信我？我累了，想休息，请你离开。傅彦成，你听我说完。啊！有人晕倒了。副总，我刚才看到有护士在夫人的病房，说是病人晕倒了。这些都不关你的事，说正事。根据您之前的安排呢，我们最近在筹集散股，现在的股份占比呢仅次于副总。只是有一个叫刘燕的股东，说是非要见到您之后才能转让股份。好，我明明是亲自拜访的。副总，您这身体我怕……我自己清楚，没有大碍。去办出院手续吧。好。他只是疲劳过度，再加上情绪激动，气血攻心才晕过去了。楚小姐前些日不顾自己的身体，一直坚持守着你，我怎么说她都不听。为了取得我的信任，这么卖力，你就这么听傅林城也许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我无法看着
傅延成，你当真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吗？瑶瑶，你怎么了？我没事。瑶瑶，外婆，我难受。不难受了啊？先喝点水。喝点水。好了，别哭了啊。叶医生，你带瑶瑶出去散散心吧。不用了，叶医生他工作忙。我现在不忙，瑶瑶，我刚好有话要跟你说。谢谢你啊，叶医生。我外婆可能是误会了，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有。瑶瑶，上大学那会儿我就很喜欢你，在工作之后听说外婆病了，我下定决心转到医学，希望有天能够帮助到你。这些年虽然我们联系不多，但命运使然，我们还是重新相遇了。叶城从律师转为医生，竟然是因为我。叶城，谢谢你，但是你不用这么急着回答我，我们来日方长，你可以慢慢考虑。副总，我现在过去吧。把东西还给他。明明就是想找借口见见夫人嘛。傅彦成呢？这个是副总让拿过来的，剩下的东西到时候给你打包寄过来。副总说这些重要物品还是让我当面送给你才比较放心。他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看我走了。傅彦成，你态度为什么对我突然有这么大的转变？是因为我去找了傅林城吗？你自己心里不清楚。我去找傅林城是因为他的腔调跟绑匪很像，我去确认的。说完了。小李，开车。没说完。不管怎么样，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这个情书原本是给你的。你这确定是给我的？做戏做的挺全套，傅林城把你培养的不错。瑶瑶，这些给我吧，我把它粘好再还给你。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好。瑶瑶，我不会随意践踏别人的心意，你真的不再给我一个机会吗？叶城，我的感情一直都是单向线，一个故事结束了，另一个故事才能开始。这件事我有错，我会跟傅延成解释。瑶瑶，我心甘情愿等你。副总，其实我并不知道您和夫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夫人好像挺伤心的。我觉得吧，两个人之间还是把话说开了比较好，别到时候追悔莫及。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这里包含了刘燕的基本信息以及其他爱好，您过目。
不错，做事越发自信了。其实，说，其实是夫人做的。以后改口，再出小钱。瑶瑶，外婆，傻孩子，这样坚持，你又是何必呢？外婆，我想再尝试一次，我想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你从小就倔，外婆不劝你。既然做了决定，那就去做吧。啊！很多时候，听别人说是没有用的，没尝试过，就是没有绝对的结果。副总，久仰大名，今天可算是见着了。刘女士，你我时间都很宝贵，我就直入主题了。我对你手上的伞骨很感兴趣，我的条件也很明确。您给出的条件确实不错，老实说，我差点就答应了。除了之前承诺的那些，我还可以追加5个百分点。副总确实很有诚意，只是我说了也不算。你什么意思？有人也想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和您谈生意。哥哥，难道我们真的不能合作吗？富氏是我父母的共同产业，你和沈俊霸占着我母亲的东西，有什么资格和我谈合作？如果我说事关楚瑶呢？什么意思啊？楚瑶好歹是个小有名气的律师，却才在你身边干了个小小的秘书。但我这个项目呢，是帮弱势群体争取法律权益的公益项目。如果哥哥没意向合作，我也只好去找楚瑶了。你想怎么合作？你知道的，我资金不足，当然是需要你的注资。找他没用，这个我可以考虑。资金明明很充裕，为什么一定要让傅彦成注资？人口拐卖本来就查得严，找好替罪羊，傅彦成不但能顶罪，他倒台，我还可以顺势拿回他的股份。傅家是谁的产业，我到最后还不能下定论呢，我的好哥哥。傅总，那个项目你真的要投资吗？当然不投。傅凌城一向阴险狡诈，这个项目不简单，你去细查。我去找傅凌城是因为他的腔调跟绑匪很像，我去确认的。我住院那层所有的监控，你都去找刘伯伯拷贝一份。傅总，之前您定的求婚场地现在已经布置好了，拆了吧。咱这离万泉酒店挺近的，我看那布置挺好的。拆之前，您不如过去看看。副总，这次是我们精心准备的法式电影风格，到时候呢，会由副总您手捧鲜花率先出现。接下来我们就会有烟花，还有傅彦成，真是好久不见。上个项目半途而废，害我亏损那么多，你不打算给我个解释吗？项目后期已经转给傅凌城，不归我负责。傅彦成，
你别仗着我看得上你，你就给我脸色看。我告诉你，追我的人数不胜数，你眼里就只有楚瑶那个破落狐。哎，小姐，我们好不容易布置好，你就别破坏了吧。你算个什么东西啊？敢这么跟我说话？燕城，你用心了。楚瑶，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我的净土里渐渐无感，一场欢乐少冷，楚小姐，发不出的晚安。他突如其来的冷淡，是因为决心要追求何心了。可这结局太不谁在那儿？瑶瑶，是我。外婆不放心，让我跟着你。要跟我回去吗？来。好像是扭到了，我送你下去吧。麻烦你了，你送我到电梯口就行。我想等一会儿，跟他错开。那之前的故事是不是结束了？我想应该是结束了。可以重新开始了吗？知道爱情并不牢靠，但是我还是拼命。我找不到楚小姐了。不用找了，她已经跟着别人离开了。明知道再走可能是煎熬。 副总，医院监控拿到了吗？拿到了，不过数据太多了，需要做一些精简处理，得过段时间。哦，对了，我过来是为了告诉您，我们这段时间调查发现，傅林城让您注资那个项目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楚振林和傅林城走动异常频繁，而且经常出现在楚小姐外婆家的附近。副总，您看要不要在楚小姐身边安排2个保镖？好，你尽快安排。行，我现在去。楚瑶在吗？我是。哇，这是谁送的呀？这也太会了吧！一个朋友送的。朋友？我看是男朋友吧？不是。哎，羡慕呀！上班时间，让秘书室的人安静点。哎，只不过就有男朋友了。不用整理了，直接把监控全发过来。他对你还挺信任的，我可真想让他尝试一下众叛亲离。做梦！策划绑架我的神秘人就是你们。很聪明，也很有个性。我知道策划这次绑架案的神秘人是谁了。谁？傅林城。上次你来之前，有蒙面人出现，蒙面人说话的腔调跟傅林城一模一样。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还是说这是你们的策略，把责任推到他身上？楚阳，这次的事做得很好，下一步就得完全取得傅彦成的信任。居然彻彻底底的冤枉了他。你这确定是给我的？ 너무 슬프게 울지는 마 약속해줘 눈부신 추억을 做戏做得很全套，傅林成把你培养的真不错。 기억해준다고 너무도 그리운 거야 他人呢？他刚下楼，应该是男朋友在楼下等他了吧？喜欢我选的花吗？香槟玫瑰很衬你。同科室的医生都推荐了这家甜品店，我给你带了他们家的招牌。有心了，叶城。马上就该改口了。原来他跟叶城已经在一起了。 瑶瑶，叶城，谢谢你的鲜花和蛋糕，我很喜欢，但是我们还是慢慢来比较好。好，都听你的。最近总有年轻女孩失踪的事例，我工作忙碌不在时，不能在你身边陪着你，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好，那我先回去了。好。 副总，监控我们看了，只能证明嫌疑人进了楼道，并没有拍摄到他正面，没法作为直接定罪的依据。了解，辛苦。我得告诉他。副总，这是干什么？我看了医院的监控，那天你说的都是真的，对不起。 现在你信了，你就不怕这次还是我和傅林成串通好来骗你？对不起，我以后都会相信你说的，不会再……不重要了，我已经决定要跟叶城在一起了。你也跟何小姐求了婚，也许我们就是两条平行线。既然注定了不能相交，一别两宽，或许就是我们最好的结局。求婚场所是给你准备的，何先生突然出现，我不想再听了。 副总，请你以后从我的世界里消失。我会消失，但傅林成最近在筹备新的项目，上次我拒绝了他。我发现他最近频繁的和楚振林碰面，我担心你的安全。这段时间我会在你身边安排一些保镖。没有必要。哎，今天可不可以接你下班？上次绑架案证据还是不足，傅林成依然逍遥法外。 我还是没有给你一个交代，就当是给你赔罪。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下班等你。饿不饿？我订了本市最好的日料，应该会合你胃口。不，麻烦副总把我送到外婆家门口就好。那法餐呢？我想我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今日过后，希望我们不会再有交集。哎，你来干什么？丫丫，
你最近生活不错嘛，怎么也没想着赞助你父亲我一点生活费？你也配？真是一点脸都不要。其实没钱也可以，我手上正好有个项目，想邀请你一起参加。处事都快要破产了，你还挺有闲情雅致的，我不感兴趣。哎，你会感兴趣的。只要你能说服楚瑶参与进这个项目，事成之后，这批货所得的收益分你一半。一半？这笔钱别说盘活你楚家，都抵得上你5个厨师。我方便问一下您，为什么非要楚瑶参与？楚总，咱们做生意不该问的别问。哦，不问不问，哎，您交给我，我办事您放心。您放心，这件事啊是救助被拐人员的公益项目。其实，处事都快要破产了，你还有心思做公益项目？因为这件事啊是我不得不做的事儿，也是你外婆的一块心病。不信你可以问问你外婆呀。这么久还没见你开灯，找什么事？哦，没事儿，碰到了邻居，聊会儿天。现在准备进门了。外婆，下次我要是回来的晚，你就自己先睡。你这刚出院，医生嘱咐你要好好休息的。瑶瑶，刚我听到门外有动静，谁送你回来的呀？刚才楚振林在门口堵我的，他想让我参加一个有关拯救被拐人员的公益项目。他还有脸说了，真是不要脸没下限。外婆，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瑶瑶，当年你妈妈就是被拐卖走的，我找到她的时候，她就已经有你了。因为自己的经历，多年来你妈妈四处奔走，致力于解救被拐卖人员，直到后来积劳成疾，才生病去世的。那楚振林，他在你妈妈死后就想强行带你走，外婆就只剩下你了。我当然不会同意他死皮赖脸的住进了我们家，绞尽脑汁把你外公留下来的资产转移走，用作创业。原来楚氏是这么来的。妈妈，我来看你了。都是我拖累了你，要不然你本该拥有更灿烂的人生。妈妈，我好想你。副总，保镖说楚小姐去了她母亲的墓园，已经占了1下午了。想哭就哭吧，我陪着你。傅远成，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我想请你帮我调查最近被拐人口的事情，完成我妈妈的遗愿。不管发生什么，我都陪你一起面对。我同意跟你合作，什么时候聊具体细节？不愧是我的好女儿，来开封路33号民居签合同，有人在等你。楚振林，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想耍什么花招。你怎么在这儿？欢迎嫂子加入，
你该不会想说你良心发现，开始做公益充好人了吧？这就是我的项目。人是有多面性的，你怎么就认定我不善良了？嫂嫂对我的信任太少了，真是可惜。他就这么轻易放我走了，实在不正常。你怎么也在这儿？什么叫也？我刚刚见过傅林城。一个人去找傅林城，这么擅自行动，太危险了。是楚志林叫我来的，为了一个公益项目，我们是合作，但是我不希望傅总你觉得我是一个只能躲在别人背后被保护的人。我是跟着傅林城来的，我查了他最新的项目，有很多疑点。你知道本市有很多年轻少女被拐的事情吗？瑶瑶，最近总有年轻女孩失踪事，我不能时时在你身边，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你是说傅林城明面上在做的公益项目，实际上是为了隐藏背后的黑色交易？死丫头，这就走了？楚振林，太恶心了！你强迫了我妈，现在还在这儿若无其事的做公益是吗？我当年有苦衷，难道我没后悔过吗？我现在不正在弥补吗？之所以我想让你参与进这个项目，也是想为了阻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再给你一次机会，回不回来？我会回去的。我和你一起去。今晚是楚振林安排我来见傅林城，他不知道你在查他。你如果跟我一起去的话，不就暴露了吗？我和你说过，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和你一起面对。那你在附近，如果我有危险，就发消息让你来救我。这下嫂子可算相信我也具备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了。你想怎么合作？您可是明律，我自然是相信您的专业能力的。楚小姐，酬劳在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们很有诚意。这是什么意思？劳您带我去参观一下，不了解我怎么签合同？我刚刚在外面好像看到哥哥了，嫂子，外面那么冷，不如叫他一起来参观参观。不要这么多镜子。我是要做公益，是做好事啊！怎么哥哥说的我别有用心似的？直接说你的目的。我上次就说过了呀，我手里的流动资金不足，不足以支撑整个项目的运作，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如果因此停滞这个项目，那就是前功尽弃，德没积到位呀。那他也是给你投资？没必要这么防备我嘛，我只不过想找个信得过的律师放团队里。嗯？你打算整倒不甩到傅远成身上？把楚阳捧成公益项目的代言人，再炒作他们的浪漫、唯美、爱情故事。等到傅远成资金到位，我们就撤出资金。时间久了，在公众眼里，项目他们牢牢绑。即便被查到实质证据，只要操作得当，我们依然可以全身而退。等傅远成入狱，傅家就自然是我们的了。楚小姐，我介绍的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麻烦你签字。瑶瑶，我在你家门口，你爸和外婆吵得很激烈，现在两人耗在天台上，我劝不住。你帮我照看好外婆，我现在就过来。你害死了瑶瑶妈，现在连她也不放过吗？你女儿的事活该，我
才是真正为楚阳好的人。我能带他去挣大钱，你少在这指责我。无可救药，为了一己私利，拖女儿下水，你连畜生都不如。婆婆，你别激动，你才刚好。外婆，你快下来，那儿危险！瑶瑶，你绝对不可以参加楚这里的项目，你不要掺和，外婆只要你平安无事。外婆，你看，我还没有签字。外婆，你看，我没有骗你，对不对？外婆，你下来，那儿危险，你快下来。好，瑶瑶，好，你个死丫头，你竟然敢骗我！东西去死！傅彦成，一定得醒过来，我不能失去你。爸，外婆要交医药费，你能不能？我没钱，做生意有的是地方要钱打点，哪有多的给你？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他的照，谢谢。如果琴声可以让你少一些难过，我可以接着弹。我很难过，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我们每个人都在面临难过，但是不能失去直面生活的勇气。City of stars。那天晚上对你来说大概很普通，对我而言却意义非凡。他的伤口很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来。瑶瑶，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他醒不来了，你能再考虑一下我吗？叶城，谢谢你对我的好。但是我的心里，有且只有傅彦成一个人。瑶瑶，是不是很疼？不疼了，别担心。彦成，要不是你，我外婆可能就被楚真林推下去了。瑶瑶。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吗？我想陪在你身边，保护你。傅彦成，你这算是携恩图报吗？你这是在提醒我，可以这样做是吗？难道不应该是以身相许吗？你想得美，我只是想要感谢你，其他的是你的情况而已。我会努力的。小李的电话。副总，你醒了。楚真林怎么样了？已经送到监狱了，但楚真林自始至终只咬死，是因为和老人家有矛盾，情绪失控，绝口不提项目的事。楚真林一直都是欺软怕硬的，现在项目的进展还不确定，他一定不会这么轻易放手。傅林城要做的事，恐怕要比我们预想的。副总，听说您受伤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另外，我今天带了人来看你。楚小姐，傅先生，我就是通过这个公益项目被解救出来的。正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好心人，我们才得以脱离泥潭。按道理来说，你不应该感谢我的，因为我还没有签署文件。我们考虑到副总行动不便，楚小姐需要贴身照顾，今天特意把合同带过来了，就不麻烦您再跑一趟了。
楚小姐，有无数像我这样的人还在苦苦挣扎，他们真的需要你。当年妈妈也是这样的担惊受怕。您真是好心人。楚小姐，对不起，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如果我不救父，他们可能更加疯狂折磨我，我真的也是走投无路。出院手续都已经办好了，医生说你最近好好休息。过2天是我父亲的生日宴，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邀请你参加。好，但是你今天得陪我去外婆那儿，她做了一桌子的好菜，准备感谢你。不用这么浪费，只要他同意让你嫁给我。谁要嫁给你？来，燕城，别拘束啊，放开吃。好，来。这个鱼可是外婆做的，可好吃了。好吃。瑶瑶从小呀就喜欢吃鱼，却是个旱鸭子。外婆，这鱼又不是我抓的。好，外婆呀一直给你做，等你们有了宝宝呀，外婆也给宝宝做。外婆放心，我们会抓紧的。好，你们俩呀要好好的啊，才是外婆最大的心愿。好了，不说了，咱们吃饭。吃饭，来。副总，您眼光真的很好，这几件衣服穿在夫人身上都很好看。确实很漂亮。那就要这件吧。都合适，全都买。哎，那么多件都买了，平时也穿不着，太浪费了。是我想买，我不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陪我参加宴会。居然还能看见你们俩，跟你没关系。上次没闹够，还想惹事是吧？也别怪我泼你们冷水。把话说清楚。傅伯伯要在生日宴上给傅彦成挑选未婚妻，怎么没通知你呢？彦成啊，今天家里来了很多位千金，你选一个吧，作为自己的妻子。父亲，我从未改变心意，只认定楚瑶。彦成，你要知道，人到了一定的高度，要找一个实力相当匹配的妻子。这样你的地位才能稳固。如果只是沉溺于儿女情长，难成大事啊。父亲，我娶妻子，从不因为利益或者其他，只因为情谊相投。冥顽不化，我还以为你能长点教训。我知道你在收集散骨，但是散骨收集了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联姻所得的1半利益大。凌城今天也会选上一位，你要不想选的话也可以，那就和何家联姻吧。彦成，彦成，你当众给你爸难堪，会让别人笑话的。来，彦成，不管怎么样，等生日宴结束以后再说，给你爸点面子，好吗？彦成啊。想办法放进宴场的酒里头，一定确保他喝下去。这是要做什么？新合作在即，上次和何家合作可是半途而废，这次他们要求先联姻，再合作。这好事儿啊，总是轮不到我们家凌城。你瞧瞧你，那是何家看上彦成了，
我可是更疼凌城的。再说了，何心那丫头脾气不好，我给凌城啊找一个贴心的。我先去趟洗手间。林城这孩子太喜欢耍小聪明了，我是真怕他心术不正。我呢，还是更喜欢燕城。燕城那边我先安排好。欣欣也准备就绪，等欣欣和燕城完婚以后啊，两家的合作想来会非常顺利呀。他们到底安排傅彦成和何欣做什么？不好，傅彦成不会真的出事了吧？大少爷已经就寝了，您不能进去了。给他开门。可是老爷说，我负责。开门。二少爷，老爷不是这样吩咐。安排已经改变了，没来得及吩咐你。你先下去吧，明天去领双倍工资，以后不用来了。何欣现在在你的房间吗？好。家产联姻，凭什么都不属于我？傅彦成，我就偏要抢你的东西。彦成，你怎么了？我想要你。你是不是很难受？你怎么了？我想要你，可以吗？你的答复是什么？我一直都喜欢你，8年了。亲家，时间差不多了，咱俩去叫那2个孩子起床。走。这，我们家欣欣呢？欣欣在哪儿？我在这儿呢吧？臭小子，你怎么回事？我喜欢何欣，我争取她有什么问题？老何，你别急，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何家一个交代。你们心里跟明镜似的，还有什么交代？昨晚你被人下药，无论是谁都可以吗？不，那个人只能是你。我只是遵循本心。我们签订契约时约定，不培养感情，只是因为我对亲密接触厌恶。能告诉我原因吗？我把你当亲妹妹，你居然给我下药，用这种方式算计我。燕城哥哥，可是我想当你的女人，我想做傅夫人。后来呢？后来他污蔑我强奸，之后我就被送到国外。出去后没多久，他就因病去世了。你别伤心。瑶瑶，做我女朋友好吗？我说的不是契约，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我得先放下傅氏这边的工作，傅林城的公益项目水很深，我得去调查清楚。可是我得去，这是外婆的心病，也是我的。好，我会派人保护你的，你切记不要莽撞行动。有什么事跟我及时沟通。瑶瑶，我和你说过，我会一直陪着你。以后这就是你办公室了，嫂子，合作愉快。傅氏公益级项目正式宣告新一轮开始，团队律师楚瑶意外走红，网友称其为千年一遇的最美律师。楚瑶的公关都安排好了，
人设营造看来反响很不错。那就按计划进行。好，我下午就安排记者去采访他。很荣幸采访到您。听说本项目由傅彦成先生组织资助的，他已经在副董的生日宴上公开了和您的亲密关系，真是非常让人羡慕呢。重点不在于谁投资了这个项目，而是在于项目本身。此次公益项目的主旨是我们共同尽最大的可能性帮助这些受害人回家。听说这件事是您一直想做的，副总为爱一掷千金，真是很有魄力。不枉一段佳话。今天辛苦你们了，请。我来了也有些时候了，现在可以带我去见见那些被救的女孩了吗？好，等刘燕回来，我安排她带你去。楚小姐，他们都曾被卖到山里，也是因为这个项目被解救出来的。你们别怕，楚律师，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们都不知道要在这个地方待多久。我们也是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只要你们平安无事就好。你是专业的演员，演被拐少女应该不难吧？您放心，只管交给我。机灵着点，必须要引起楚瑶的保护欲。他这是怎么了？我去接个电话，你自己看吧。小姐，你有话跟我说。楚小姐，我看得出您是个好心人，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为了自己的安全来拖您下水。不着急，慢慢说。这个公寓其实是人贩子的中转场，他们会在这里出售年轻的女人，然后呢，把她们再卖到全国各地去。这些姑娘，她们跟我一样，也是被下了药控制，束手无策。他们主动跟您说话的是刘燕找的演员。对不起，楚小姐，我其实真的是被他们胁迫怕了，所以才骗了您。不用自责，你也是事出有因。但是如果我们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就算我们找到了幕后黑手，也不能轻易给他们定罪。项目会换一个地方继续进展，也会一直有受害者。那我能为你做什么？如果我们找到了证据，我希望你能有勇气作为证人，帮我们指认犯罪分子。傅林城，你这个畜生！警察已经查到此处，你得赶紧离开。急什么？替罪羊都找好了。出来吧，嫂子。我说怎么在嫂子办公室见不着人呢？你这么做就不怕遭报应吗？遭报应的不应该是我，是傅彦成。你对他做了什么？项目的真实情况一旦暴露，警察马上就会赶到。我的诉求很简单，由你指控傅彦成，这一切都是傅彦成策划安排的。你做梦！千万富豪为爱一掷千金，心善女友帮助被拐人口，浪漫爱情为假，掩饰罪行为真，富豪竟是幕后黑手。烧个舆论。可是傅彦成为了哄你，才投资了这个项目，可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他犯罪的罪行。现在很多人都让严惩傅彦成，你还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坏人。我会去指认你的。你要是敢对我外婆动手，我就跟你鱼死网破。放心，我只是派人保护外婆呢。只要你在警察面前指控傅彦成，我立马让人撤走，不然外婆的安全我可是很难保证的。嫂子不急，再考虑考虑。不枉我费尽心思拉傅彦成投资，我就是为了等这一刻。楚小姐，傅先生，还请配合我们走一趟。傅先生，
我们查到这个裹挟着人口交易的公益项目，你是最早发起的。我不否认，由于项目资金不足，这原本只是一个用来解救被拐女性的小项目。但随着项目的推动，我发现被拐女性的数量远超乎我的想象。项目资金不足，因此我才求助我哥哥傅彦成先生来注资。傅彦成先生注资后，项目后续你是否还在参与？我哥哥的注资条件，也就是让楚小姐作为特聘律师，她全权负责项目后续的推进。要知道，话语权一旦转移，我根本无法掌握项目后续的进度与方向。你是说他们是有备而来，利用了你正在推进中的正规项目去进行人口交易？警官，我可以提供注资证明和合同。项目发展成这个样子，我也无比痛心。没有傅林城的签字或盖章，没法作为他主导项目的直接证据。楚小姐，这起人口交易案件，你是否是策划人？傅林城邀请我作为特聘律师入伙时，我了解到的这是一个拯救被拐卖妇女的公益项目，这才选择加入。我的本意是想要解救更多的被拐妇女，但这个所谓的公益项目是由于傅彦成先生的大量注资才得以推进。作为项目的明面代言人，是完全不知情背后所涉及的产业链，还是背后有人在支持你？警官，我再重申一次，傅彦成的注资是傅林城指使，而并非主动投资。而公益项目背后隐藏的人口交易链，在我们加入时也是对此一无所知。傅氏集团涉嫌大型人口拐卖案，一夜间股价暴跌，媒体呼吁需要给社会和群体交代。现在是我们集团转型的重要时刻，需要社会的信任。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的股价就跌了10%。傅林城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说明他根本不在乎傅氏的死。你弟弟这次做事确实很荒谬，可是叶城，咱们是一家人呐，现在不是窝里斗的时候。凌城和楚瑶现在都还被关着，难道你不担心楚瑶吗？您的意思是您已经有办法了？凌城和楚瑶都很单纯，都是被刘燕给骗了。您的意思是让刘燕顶罪？人口数量如此庞大的交易链，刘燕一个人绝对做不到。警察可不是傻子。刘燕是除了你之外，这个项目所剩下的主要参与者，没有比他再合适的人选了。警察是否相信，这点你不用操心，我自会安排。刘燕可不是好妇女，她是傅氏的股东，凭什么会心甘情愿地为你顶罪？随你拿捏。燕城啊，燕城，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老抓不住重点呀？心软是你最大的问题。活人终究有反口的一天，但死人不会。凌城和楚瑶顺利出来的时候，我会安排刘燕畏罪自杀。我不同意。难道你不想救楚瑶了吗？这个手势是枪击。经理，安排一下，我们去探民居。副总，这就是夫人被带走的地方。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楚瑶应该在这里留了个相机，分头去找。好。我还以为是摆件，原来真是以假乱真。副总，你看，这是特聘律师合作草案，不过和我们的完全不一样。难道傅林城准备了2份合同？按照这份合同所说，特聘律师是可以主导项目的，而不只是作为法律顾问来辅助项目推进。他们应该已经转移了签名，想让楚瑶作为主导人口拐卖的证据。幸好还来得及，明天就要开始庭审了。瑶瑶，我终于可以见到你了。你要是同意我的意思，就别怪我采取特殊手段了。好。楚瑶小姐，根据傅凌城先生提供的合同的相关证据，你有重大嫌疑是本次拐卖人口的幕后策划者。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法官大人，我接受成为特聘律师，得知的既定事实是，这是一个救助被拐妇女的公益项目，对其中拐卖人口的产业链，我毫不知情。始作俑者另有其人。你是否清楚本案的始作俑者？贼喊捉贼，傅凌城以公益项目为外衣，进行人口拐卖的非法经营，还企图
将这一切推到我与傅彦成身上。你能否提供相关的证据？在我们被带来警局之前，我刚刚拍摄了部分他们交易的文件。但是这份文件上没有傅凌成先生的署名，你怎么能证明他经手了这件事？楚小姐还是律师呢，为了给同伙打掩护，都开始病急乱投医了。楚小姐，你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法官大人，证据都在这里。我决定去傅凌城那边，外婆是我唯一的亲人，他们很清楚我的软肋。好，我派了保姆照应，也安排了保镖，遇到突发事件及时解决。我相信你。我答应你，会保护好外婆，你也要答应我，保护好自己。法官大人，傅凌成也曾向法院提交过合同，作为证据。你可以对比破损的这份和他提交的是否一致？是同一份。傅凌成制作了2份义务完全不同的合同，楚瑶签署的这份是特聘律师只作为法律顾问，而递交给法院的则是复制了楚瑶签名的假合同，即特聘律师才是项目。法官大人，我质疑这个证据的真实性。楚瑶签署的这份是傅凌成的心腹刘艳女士提交的，如有需要，她可以出庭作证。法官大人，傅凌成存在合同欺诈，我申请公开摄像机画面。私装窃听设备，这可不能成为证据。摄像机是我安装在民居客厅，用来延迟拍摄鲜花成长的，而并非是安装在你的私人空间。这也并不属于窃听装置。至于法院是否采取，就不劳傅先生您做判断了。遭报应的不应该是我，是傅彦成。你对他做了什么？项目的真实情况一旦暴露，警察马上就会赶到。我的诉求很简单，由你指控傅彦成，这一切都是傅彦成策划安排的。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经协商，采纳刚才提交的证据，本庭宣判，傅凌成先生押送返回，楚瑶小姐当庭释放。刘艳是你派人救的吧？父亲把我锁在房间里，我也只能自救了。彦成啊，你是越来越有商人样，不择手段。您教得好，我会把凌城所有的股份转给你，还有傅氏的未来，我都交给你。父亲直说条件吧。放过你弟弟，别对他赶尽杀绝。您护不了他一辈子，更何况他这是犯法，不只是犯罪。他可是你的亲弟弟。父亲执意要救他，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人总是要为自己犯的错误付出代价。老何，务必要抓住那个女人。我的人已经在全力搜索，其实就算他敢说，我们也能做成胡乱掰扯。不，他偷走的是 U 盘，里面还有没来得及处理的东西，必须尽快找到他。他们一直在找的那个女人，就是当初提醒我逃离的那个姑娘。你有办法联系上她吗？交给我吧，你先好好休息，这段日子你辛苦了。如果他手上有很重要的证据，那你父亲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我们一定要比他快。我已经安排了一些信得过的人，抓紧寻找。哎，那刘艳呢？河西那边，他来了。这次谢谢你把刘艳救出来，算我欠你份人情。这次叫我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感谢吧？我也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帮我。当然是有条件的了。等你掌管了傅氏，我要你帮我掌管何家。在何记眼里，
家产只是儿子的，女儿只需要嫁得好就好。他作为父亲，甚至还给亲生女儿下药，我怎么能不恨？何小姐，傅林城只是枚棋子，人口交易链，傅恒和何忌才是幕后推手。既然你肯帮我们救出刘晏，刚才也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不如我们正式合作。你负责收集你父亲那边的证据，最后我们整合提交。可以，那我的条件，我会答应。事成之后如约相助。和明白人说话就是舒服。刘晏在我这，你们放心就好，我会照顾好他。瑶瑶，你到了吗？你要出门啊？今晚可可的接风宴，我得赶紧过去。一起去吧，我也见见你朋友们，可以吗？这是我闺蜜林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傅彦成是我的瑶瑶未婚夫。傅总，那咱们现在开始玩真心话大冒险，你没意见吧？当然，我都可以。瑶瑶先。你必须选择在座的一位亲吻。夫人不用害羞，我同意你亲我。抓紧，抓紧啊！夫人不好意思，就由我来主动。那下一个就是傅总，没意见吧？真心话，我来问，注意分寸。傅总为什么喜欢我们楚阳？他真诚、温暖、善良。他在我身边，我总觉得被爱意包围。漂亮是他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强大的内核和人格魅力，在我心中无人可及。这要是在高中的话，你们俩高低……咱们喝一个。我接个电话。副总，还是没有那个女人的任何踪迹，副董那边也没找到。好，继续搜查，还是没有找到。彦成，你说我们要不要试试把傅林城当做切入口？你们是来看我笑话的？没那么闲，你别高兴得太早，谁想到最后还不一定。再等你背后的人救你。你在这里消息不灵通，这是事件的最新动态。傅总对你更是失望，他让刘晏把剩下所有的证据都提交。你想炸我？父亲绝不可能支持刘晏。你早就已经是个弃子了，傅林城，还有我就够。除非你有其他的视频或者文件，证明你不是幕后主使，否则这个案子板上钉钉了。你也不是一无所有，你想想沈怡，她只有你一个亲人。走吧。哎，我还有个问题想问。好。当初你找我谈合作，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傅彦成？喜欢这么久，怎么还不表白？喜欢他是我的事，他没必要知道。凭什么所有人都喜欢傅彦成，而我
只能遭人唾弃。怎么了？他好像不知道傅恒有个 U 盘的事。这次也不是全无所获了。对了，我刚接到个通知，可能今天晚上不能陪你回家了。没事，可可刚才说要接我逛街去。好。今天生日你做大，想吃什么我请你。我都可以。你总能记得我的生日。看来这个傅彦成对你不上心啊，下次见面我必须好好说说的。走吧，姐妹带你过生日去。怎么来大学了？瑶瑶，我收回刚才那句话，其实傅彦成对你还挺好的。生日快乐，瑶瑶，永远貌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夫人。我想要夫人喂我吃。咦，瑶瑶，今天要在你朋友面前强调一件事。楚瑶小姐，我喜欢你。顾总什么时候和瑶瑶要宝宝？肯定颜值超炸！等有好消息了就告诉你们。各位，还请给我和夫人一点独处时间。傅彦成，我之前在那条走廊上偷偷的躲起来看过你。你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看。哦，瑶瑶，你把它拿出来干什么呀？瑶瑶，对不起啊，曾经做了许多让你难过的事。那你从今以后不能再让我伤心了。林克和我说了我们初见那天的故事，就像今天这样，我在操场弹吉他，你遇到了我。瑶瑶，我能知道你当时为什么喜欢我？其实我们大学是一个辩论社的，但是你可能不记得我，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个替补。爱情本质上是理性的较量，爱的是对方身上你没有的优点，想要彼此互补。我不同意您方的观点，爱是自由主义的沉沦。也许理性可以告诉你一个人是否合适，但没法决定你爱人的感觉。傅彦成，你会喜欢怎样的女孩呢？喜欢一个人，就是会记得他的兴趣跟他的爱好。我记得你不喜欢吃虾，不喜欢吃重口味，也知道你喜欢蓝色，喜欢弹吉他。你就像一颗星辰那样，虽然距离很远，但是在我的世界里一直都很耀眼。喜欢我怎么不告诉我呀？我那个时候没有勇气嘛，我要是
告白没成功就没有资格见你。傻瓜，你是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冷漠了？毕业后就要在商界打拼，得有点防备心，所以可能看着就冷漠了。从今以后，你就不再是一个人承担了。我听说你上大学那会儿怎么跟叶城去图书馆？谁胡说八道的？我跟叶城那是都参加图书社，我们都是整个社团一起的。辩论赛那会儿，我还不太懂爱情，但我现在清楚了。刚刚在操场可能没表达清楚，现在我懂了，我爱你。这是在排什么？这家面包店很好吃的，但是不能预约，只能现场排队。你想吃吗？可是要排很久。多久都可以排。巧克力跟紫米麻薯各一份。小姐，走吧，趁热吃，热的好吃。夫人喂我。味道不错，那块也给我尝尝。夫人不砍？不是，小李说你有洁癖。是有洁癖，但他也不得分人吗？怎么有纸？哦，小姐，是刚才那个店员。是凤凰的车，她就是提醒我要走的那个女人。走。还挺难找啊，居然躲到闹市里，赶快把 U 盘拿出来，要不然我把你卖回到穷山沟去。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没有什么 U 盘。告诉你，耐心是有限的，你别逼我。聪明点，要不然把你送到山沟里，活活整死你。拿出来！凤凰车上的人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女人。哎，现在打电话肯定来不及了。怎么了，小姐？警官，我朋友刚才被人强行拖着上了一辆车。哪辆车？就是刚才走的那辆车。麻烦你了，得尽快，不能让他们把我朋友带走了。同职业队先别回去了，跟我进行排查。等一下，麻烦你对前方车辆进行逐一排查，就说是例行检查，车主比较谨慎。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先生，配合检查。警察同志啊，发生什么事儿？刚才有人聚众闹事儿，骚扰来往车辆，例行检查。这样啊，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还赶时间。都别动！我是楚阳，我是来救你的。别怕，别怕啊！别怕，走。臭小子！父亲，我想通了，我可以原谅凌城，见面细聊。我马上到老宅。叶城，你是怎么突然就想通了？我也不想纠结了。从始至终，我想要的就是傅氏的继承权。傅氏本就是您和母亲一手创办的，由我来接管，天经地义。你可算是终于把自己的野心说出来了。你一直在收集散股，现在马上就要圆梦了吧？如今我们所持股份持平，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只是来跟你确定具体的让位时期。只要你救了你弟弟，我立马兑现承诺。付出这么大代价，还要救傅凌城，沈俊真是给你灌了迷魂汤。任城啊，其实你不知道，你母亲才是我最爱的女人。当年她走了以后，我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更是一蹶不振。比起凌城而来，我可是更看好你，你可别让我失望啊！好，那一言为定。今天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我同意让刘燕去分担罪责，但是最终傅凌城能不能保释，我没法保证。你真的愿意把刘燕交给我？明天我就派人把她接到这里。但是有一点，不管你怎么操作，绝对不能让她受伤，更不能把她弄死。父亲，我心慌，杀人可是要偿命的，我就这一个条件了。好，我答应。喝点热水。谢谢啊。你就在这儿坐下，好好休息，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的。这个 U 盘里面有重要证据，傅恒应该就是因为这个才一直追杀我的。你是怎么拿到这个的？老爷，少爷被警察带走了。赶紧把办公室的 U 盘先拿回老宅，别被警察找到。好的。真的让我赌到了 ，U 盘就在保险柜里。当时我就知道，傅凌城只是傅恒管理黑色产业链的棋子，他们不但贩卖妇女，还招入这些姑娘，威胁他们的家人，强迫他们拉熟人入伙，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此家破人亡。楚小姐，我劝说了几个姐妹，她们都可以出庭作证。或许我们的力量很薄弱，但是我们真的不想看到那些人再受到伤害了。你已经很勇敢了，这个 U 盘里的东西足以给傅恒致命一击。哎，这有个视频。燕城哥，我不知道你最终能不能看到这个视频，我可能没有多少日子了。我出国以后就一直饱受抑郁症的折磨，我吃不下东西也睡不着觉，我只要一想到我对你做过的事情，我就非常非常后悔。前不久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在孤儿院被收养的，而是因为八字旺这种荒唐的理由被硬生生从我亲生父母那拐卖走的。原来我不是孤儿，神君母子长期压迫我，他们逼我去勾引你，可是我当时太懦弱了，我不敢不听，我怕他们最后深深的伤害了你。燕城哥，对不起，我不知道迟来的道歉还有没有意义，但是我更怕在我死之前都没能告诉你，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唯一的亲人，我就快要解脱了。远程哥，我会在天上祝福你，祝你幸福。想哭就哭吧，我陪着你。母亲去世后没多久，父亲就带着白霜来到家里。我和他一样，都是没有家的孩子，也彼此相依为命。我不知道沈君他们这么对他，我不知道他的苦楚。白霜他希望你好好的，你要镇定下来。别离开我，我要你向我保证，我只有你了。我保证，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我这边搜到的证据都打包放你邮箱了。燕城，我们是时候收网了。陈警官，我们大概10分钟后到达，有重要证据。希望不是我的错觉，从刚才起就有辆黑车一直跟着我。
你保护好资料，我下去看看怎么回事。哎，刚出来又想进去，这条小路没有监控。楚阳，给我下来！你还真是理直气壮的。少给我嬉皮笑脸！你们俩害我在那个肮脏地方待了那么久，这次我也让你们感受感受我的滋味。他是来报复的，应该不知道我们自己。下来。我们只是觉得不习惯，因为你之前都是玩阴的。别浪费时间了，说出你的需求。傅彦成，你以为傅氏做过什么牺牲过吗？比起我，你做过什么贡献？你也配！看来是继承权跑路了，破防了。怎么不接？你接。喂，陈姐。啊，我这周末有工作，就不去美容院了。周小姐，是这样，下周末我们技师要团建，这才特意通知您别跑空了。不过您是 VIP， 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安排他们上门。好，我们就约在老地方，地点你知道的，具体的时间我们再另约吧。楚阳，你最好别给我耍什么花样。这荒郊野岭的，你们一群人围着我们，我们哪还敢耍花样啊？林城，我被你爸爸软禁了，这是保姆手机打的，你赶紧逃吧！怎么回事？刘燕证词漏洞太多，我听见你爸爸和何静说，还是准备让你去顶罪。你确定没听错？他的人已经去追你了，你要小心啊！这老家伙果然想让我顶罪。傅立成，傅立成，有话好好说。刚也听见了，老家伙会让我去死。傅彦成，你得帮我，我不能进监狱，要不然跟楚阳同归于尽。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但我也有条件。我当人质，我和他换。傅彦成，最好别给我耍心眼子。傅立成，我在老宅有人，我可以交出沈俊，让他和你一起走。凑近点。耍我，给我打！看什么？继续打！别动！住手！燕城，你醒醒！燕城，周小姐，你们还好吗？陈警官，快送他去医院！这是要畏罪潜逃了。彦成，我好歹是你父亲，你非要逼死我吗？在你一次次黑色交易里，多少无辜的女孩被逼死，你根本就不配为人，更不配为人父。哪有你说话的份儿？我你母亲还在，你不愿意看到你这样对我，你还有脸提他？是你出轨逼死了他，居然还恬不知耻的说爱他。我没有骗你，我最爱你母亲，我实在对不起她，这件事是我错了。但是每个人都有被原谅的机会吧，不给你跪下。我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我以后再也不犯错。这么多条人命折在你手上，你就轻飘飘的一句犯错？你跪到死都没有用，警察已经在外面等着了。准备接受法律的制裁吧。被告人傅恒、何继、傅凌成涉嫌人口贩卖、非法交易等13项罪名，依法提起诉讼。法官大人，我请求我方证人出席。请证人。我是这条黑色产业链中其中被拐的妇女，
因为被人口贩卖，导致我家破人亡。但像我这样的人不计其数，他们不仅拐卖、诱骗、殴打妇女，威胁他们的家人，还让他们的家人骗熟人拉伙，增加受害者体量，惩处劣行，令人发指。法官大人，证人提供的 U 盘已移交法庭，足以证明傅恒等人以解救拐卖妇女的幌子，进行长达数十年的拐卖人口违法犯罪行为，罪大恶极。证据已经收到，是否有其他证人出庭？有。法官大人，我被利益冲昏了头，加入了傅林城的团队，成为了这个产业链的参与者。为此，我感到十分后悔。傅恒为了保全傅林城，企图逼我顶罪。现在，我将手上有的录音和所有的材料证据提交法庭，希望能够尽力弥补。本庭宣判，判处傅恒、何继、傅凌城等有关涉法人员死刑，即日执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傅氏总裁傅彦成和知名律师楚瑶的婚礼现场。瑶瑶，你真美。谢谢，感谢各位。今天能来参加瑶瑶和彦成的婚礼，由于彦成再三请求，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他吧。曾经我总是很不懂，很不安，看似非常惶恐，总用厚厚的外壳武装自己，还做了很多让你难过的事情。对不起，瑶瑶，你就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只有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爱上了你，我只知道我已经完全沉迷于你。在这里，我向亲朋好友保证，我将一辈子保护你，爱你。这一个，我没办法看着你，双眼说那连城，我也爱你，一直都爱。你懂我的吧？昨天晚上，我梦见阿姨变成了一只蝴蝶，她说想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告诉她，妈妈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幸福。一定会。